娘娘，把于妃和颖妃送回去了。如今这样的形势，二位娘娘还常到宫里来陪您坐坐，他们对娘娘真的是不错。是啊，皇后娘娘。儿臣请皇后娘安。微臣凌云彻请皇后娘娘安。来，用过膳了吗？在皇阿玛那儿用过了。皇上对12阿哥是极好的，请皇后娘娘放心。凌云彻，多谢你往来相送。微臣把12阿哥送回来了，微臣先行告退。林侍卫，把糕点留下。是。皇额娘，今日膳后的糕点有白玉双方糕，儿子记得皇额娘喜欢，留给皇额娘吃。真是好孩子，知道心疼额娘了。好吃。你皇阿玛问了你学业，还问了你什么呀？皇阿玛问五哥好不好，还常夸五哥比我好。皇额娘，五哥真的比儿子好吗？不是。你有你的好，五哥有五哥的好。只是你身在皇家，又是嫡子，你皇阿玛自然对你的期望要高一些。这也是你作为嫡子必定要承受的。但是皇额娘只希望你品行端正，一生都平安顺遂。所以，如若以后你皇阿玛再说五哥比你好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也不用事事都和你五哥去比较。那皇额娘也是很喜欢五哥的，皇阿玛也喜欢。是啊，五哥从小的时候就养在皇额娘身边，跟你的同胞兄弟一样啊。可是五哥如今来的少了呢。五哥大了，忙了。行了，你该去睡觉了。是。那儿臣告退。娘娘，五阿哥最近是少来了呢。虽然东西照常送来，但是明哲保身是宫中的生存之道，永琪也不必为了我招惹是非。今天宫中很热闹，仿佛记得是什么日子。是15阿哥的满月，你也安排过送了贺礼过去了。自从令娘娘协理6宫，人人奉承，就连宝月楼的荣娘娘都比不上。皇额娘那儿就更是……五爷，咱们有好久没有去翊坤宫给皇后娘娘请安了，今儿要不要进去啊？罢了，天色已晚，云娇还在等我回去。爬了这些年，居然被你抓住机会复了妃位，还协理6宫，连皇子也留下了一个，跟我当日看见的那个落魄答应比，真是判若两人了。还不是公主的帮扶，我才有今日吗？况且没有公主，我哪能有今日的永颜呀？不过，这话说回来了，虽然永颜留在我身边，但是我的7公主和9公主，还是一个养在颖妃膝下，一个被送到了寿康宫，打小就没见过我。不像公主和孝贤皇后母女情深，连皇上都另眼相看呢。唉，我额娘去世这么多年，宫中还有多少人记得她？就算如今的皇后无德，可我额娘的德行也都被忘了吧？皇上啊，一直挂念孝贤皇后呢，为她写下无数道诗，
无非是无人传抄宣扬而已。不过，总得让世人知晓，今日的皇后与当年的孝贤皇后相比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令娘娘真是心思过人，那就找个不显眼的人去办吧。是。长春宫还是和孝贤皇后在时一模一样的，皇上还真是长情啊。给令妃娘娘请安。婉嫔无需多礼，论起资历，我还得称呼您一声姐姐呢。不知令妃唤我来，所谓何事？这心里一直有事惦记着，思来想去，宫中唯一托付之人只有婉嫔姐姐了。姐姐坐下说话吧。什么事儿？马上就是孝贤皇后的忌辰了。孝贤皇后过世多年，皇上写了无数悼文，可惜未能整理成册，供奉在孝贤皇后灵前。照理说，这事儿皇后娘娘和于妃便可做，可皇后娘娘避居翊坤宫，于妃也是无心理事，所以唯一托付之人只有婉嫔姐姐了。让我来做？可是我才疏学浅，怕是做不好，不堪令妃重托，我还是先告辞了。为了皇上，姐姐也不愿意吗？姐姐侍奉圣驾多年，一直未得圣宠，当真是白费了一片痴心呀。眼下这事儿，难道不比姐姐风霜相后更得皇上圣心吗？只要将皇上为孝贤皇后写的诗文整理抄录，辑录成册，在皇上宫里和孝贤皇后的灵前各奉一本，既是皇上对孝贤皇后的深情一片，也是后宫嫔妃们对孝贤皇后的尊重，想来便可大为皇上圣心呐。只是……当然了，这事儿啊，托付给旁人也可以。只是姐姐久居深宫，恩宠日薄，妹妹不过是想，这是姐姐的一个大好机会。
主儿，这都后半夜了，您歇歇吧。皇上为孝贤皇后做的道事有那么多，我要不抓紧时间，就该抄不完了。那也身子要紧啊。哎呀，我难得能为皇上做件事儿，你就别再说话了好吗？我该不专心了，抄到哪儿都忘了。主儿，您要是得了初稿，不如先拿去给和庆公主瞧瞧，毕竟和庆公主是孝贤皇后唯一的女儿。也好，等我抄完了，你拿过去。夏日冬之夜。这真是出自婉嫔的手笔。若非婉娘娘先把这诗集给儿臣看了，也不知她竟有此诚心。前底救人所剩不多，婉娘娘真是有心之人。这婉嫔啊，确实有心。孝贤皇后崩逝多年，虽然长春宫依旧保持着她在世的旧貌，但何该多些人知道孝贤皇后的勤俭自重以及温柔恭顺的德行。她离世那么多年了，终究是朕对不住她。皇阿玛对额娘情深意重，儿臣都记在心里。儿臣想，既然婉娘娘已经把诗集整理成册，何不抄印于后宫，让嫔妃们多加习读？再过几日是额娘的忌辰，也正好用得上。好，好，这件事情你和永琪一块儿去办。不只是后宫，王宫女眷也该多多知道孝贤皇后的美德。是。臣妾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为孝贤皇后所做的一切，朕甚是感激。朕看得出来，你是个有心人。臣妾平日里没什么能为皇上分担的，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怎么，不请朕进去坐坐？皇上快请进屋里歇歇吧。除了后宫之外，王宫女眷手里近乎人人一册。孝贤皇后继承将至，婉嫔此举确是追怀孝贤皇后的好法子，也可以安慰皇上思念孝贤皇后之心。皇上自然是圣心大悦，才有了婉嫔近日来的风光。可是因为这本册子，如今宫中追怀孝贤皇后成风，宫人们事事都拿姐姐跟孝贤皇后做相较，说姐姐不如孝贤皇后。启陛心情终不及，旧书旧见久相投。皇上都这般写了，宫里的人如何不会这般说呢？姐姐，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永琪说，这本诗册
是婉嫔直接交给和敬公主，由和敬公主再献与皇上的。可是和敬公主生性高傲，她少与庶母来往，又怎么会跟婉嫔走近呢？和敬公主眷念生母，一向不喜我当继后。如今有人如此追怀孝贤皇后，她自然是高兴的。但是婉嫔从来就安分胆小，就算自己抄录了诗册，也未必敢送到和敬公主面前啊。何况这本诗册会令姐姐难堪，婉嫔也不是不知晓。我觉得这不像婉嫔的脾气，倒像是有人利用婉嫔长久不得宠在生事。难道是令妃？奴婢前几日看到婉嫔和令妃一起出入长春宫的。令妃，这倒像是令妃的心性。自从令妃救了庆佑世子之后，就与和敬公主亲近。会不会是令妃在婉嫔还有和敬公主当中穿针引线？娘娘，若真这般，那咱们也不能不提防了。海兰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若是真的，我自会小心。至于婉嫔，我也会找机会去问个清楚。姐姐，其实这些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皇上心里头怎么想姐姐。这些人不过就是利用皇上跟姐姐最近关系冷了，才钻了空子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去跟皇上说个清楚？姐姐，我入宫时，孝贤皇后早已崩逝。孝贤皇后真的如皇上诗文中所言，是难得的贤良女子吗？大约是吧，反正我也没见过，总听说她贤惠节俭，皇上念念不忘。如今的皇后可不比孝贤皇后勤俭自持，仁爱惠孝。若无孝贤皇后将令妃从花房送进了启祥宫当差，她怎会机缘巧合侍奉皇上，成为今日重嫔之首呢？若无孝贤皇后贤德之风，对皇上不出一言违逆，皇上怎会深情难忘呢？庆嫔说话头头是道。若不是孝贤皇后早早崩逝，哪里就轮到当今皇后了？便是轮到她，也不是因为她才德如何出众，只是在浅底中熬出来的资历罢了。庆嫔好见识，那就请把这些话去养心殿跟皇上说吧。这话还用我说？当咱们皇上心里不明白吗？否则怎会有如今这般的情势？皇上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竟敢在这儿红口白舌的瞎说话！瞎说！皇上这都有半年没搭理皇后了吧？御史里又写得这么明白，哼，当咱们都是傻子吗？皇阿玛后宫里的这些货色，一个个鄙薄无聊，闲论长短，这会儿的这些话倒说得不错。